大家周末好，又请到张超伦张大夫过来，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加拿大考驾照的这些事儿。首先恭喜张大夫前一阵儿这个满分通过 BC 省的驾照路考。我也是没想到，这有运气的成分在吧？我感觉。当时我还觉得挺奇怪的，你这考完这笔试这么长时间都没考路考，为什么呀？就这不是一直在无照驾驶吗？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因为正好是赶上雨季了就先开始雨季，然后雨季过去又忙别的，然后就我们当时刚来的时候，这个驾校的考官都建议说，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考，就是因为你比如下大雨、下大雪的时候，比如下雪，路标都看不清楚了，然后下雨，然后行人就少，车也少然后他说这种时候你去考反而是有优势的。那我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吧，我就没有。我觉得你开的比我开的好很多了，就从技术角度来说，真是这样。我们就国内的老司机都是这样。关键是我开车开得很早，我差不多我小的时候11、1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去昌平，跟我妈在山里开卡丁车。那个时候就有卡丁车了吗？对，开卡丁车。哎呦，我天，就是我妈像仇人一样在后面追我，你知道吗？追仇人都不能这么追。然后对，就是在那种环境里开车吧，然后就反正还是有一次出事儿了，就是撞到那个隔离带上，然后一下就噔，然后开始流鼻血。流鼻血之后，我妈都没带纸那天，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东西叫卫生巾，我妈从包里掏出一张，打开，啪一把就呼我脸上了，流鼻血就止血了。挺好。我还跟你说你从此鼻子就变得特别挺了。没有。那你要10几岁开始开车，没我开的早。我大概7、8岁，就大概小学2、3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开车。当时就纯粹是玩，就没有概念。一直都是坐在大人的这个边上坐在副驾驶，然后看别人开嘛，然后就模仿。然后有一天那个就是我姑父，他是警察，他开一个警车，然后到我们家串门，然后我就偷偷就拿着钥匙就进去就拧开了。拧开了，当时你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然后他就怠速就往前走，然后我们家那个路呢，前面是一个悬崖，就是大概有那么6、7层楼高，下面就是一个山谷吧。然后我就慌了，你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没拉手刹停路边，当时都不知道手刹是什么。然后他还是那个应该是手动挡的，就是一个212。然后呢，我姑父看见就从那个侧面就直接窜上来，然后拉手刹给拉住。我天！就真的就差不到半米，我可能就连着带车都不敢这么刹。是啊，然后后来我就有心理阴影了嘛。然后后来学车的时候，我就特别小心，特别小心谨慎。然后就别人就觉得开车特别肉嘛。我当时刚开始科目2上车的时候，我都是单手这边揉这边挂档，然后我教练以为我是被吊销执照的同学的，我说没有。我在国内学驾照的时候，是莫名其妙报了一个那种所谓的速成班，其实就是买驾照。你当时不知道，我当时跟朋友一起去的，我以为就正常驾校就这样了。哎，我说怎么练2次车就考试了？我还没学会呢。他说不用学会，就去就行了。然后考了以后，他说：“哎，你就空手去啊？”我说：“不是空手考试去吗？”他说：“你买2瓶白酒吧。”我从家里拿了2瓶衡水老白干，也是别人送的，因为我也不喝酒。然后我说待着也没事，我说那就他来我家接我嘛，驾校教练。然后我说那就把这2瓶白酒拿上吧，拿上以后就直接给警察了，到那儿。然后我考的时候，我感觉不知道吧考什么了，反正就告诉你通过了。我以为是考前让你喝的呢。没有，我不喝呀。然后也可能是我前面一个考生，他这个表现太优秀了，就是他正常开嘛，就是当时是找了一个很偏僻郊区的一个地儿，然后往前开了一个有红绿灯，然后 U 型掉头，然后从那边开回来，就算完成路考了。然后我前面这哥们儿呢，就是开的比较狠，就前面都挺正常的，很顺利，他也特别巧，就也没行人也没车，
他就开会掉头回来，本来就准备已经下一个该我上了，然后他就往回开嘛，结果正常人该开的那个停车场去，他就直接奔着警察来，把那警察给吓得跳沟里去了。后来就说你这肯定不能过，然后到我这儿我就正常开啊，是吧？过了吧，就比较容易。国内好像更注重这个就技术，对啊。因为不是倒库什么都红外线的，一响灯一亮就下车了吗？啊，你们那时候有红外线吗？有了啊，我考的时候没有，我考的还是早年，还是那个暴露年龄了。对，警察在那个后边那盯着看，然后呢，我考的时候因为给这衡水老白干了嘛，然后那警察就看别处，然后一看我这吊车技术实在不行，他就直接指挥我往左边打半轮。然后我就听他指挥，反正最后倒进去了。哎呀，要是没有这个警察这个放水，我估计我还得再考2次。这个是国内考驾照的印象。当时挺有意思的。这个国内考驾照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我们当时一起报这班的还有一个70多岁一老大爷，穿着一个那个布鞋，穿着一个那种叫什么中式的那个袍子，也不是中山装，就是那种仿古装的那种，特别随意，蓬头垢面就来了，然后我说大爷，你这70了，你还考？你这不每年都得体检吗？他说，哎呀，你这个司机老说这个我这车好开，我也没开过，我得试试。然后他这个后来问说就是自己。这个在北京开了一个小铺子，然后特别不起眼的那种杂货铺，然后就做的生意还挺大的，然后还有一个比我小，应该比我小10岁吧，也是做生意的，当时好像是卖那个假的运动鞋什么的，小老板吧，然后他学车呢是从小他说。就无师自通，就因为你要运货嘛，就没学过，然后自己就开始摸索着开，然后已经无照驾驶20多年了。然后他说：“我说那你这无照驾驶，你为什么要考照呢？”他说：“不考不行啊。”他说：“这半年特别运气不好，连续2次蹭着别人车追尾了，然后人家下来我都直接给钱，然后私了。然后说还想想还是考个驾照吧。”然后，因为他会嘛，他开的还是挺不错的，其实，只不过完全不懂交规，就是他没有那个什么交规谁让啊，或者是怎么优先什么这些规则他完全不懂。考交规他是我们那班唯一考了2次的，就是第一次。我婆婆前几年为了我们摇号还考了一驾照呢。哇，哎呀，挺棒。这个他们好像国内那个特殊年代吧。好多人就是没有这个安全观念，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在国内那个医院嘛，就有一次，应该是婆媳俩过来看病，就一到诊室就开始互相骂骂咧咧，就骂得很凶。我说怎么了？别着急啊。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了。那儿媳妇说就哭着就说你说我开着车挺好的。然后呢，那我婆婆非得说，你看前面那红灯也没车，你就直接开过去呗。然后她就不觉得这个闯红灯是什么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好多人，就是中国这个移民到了加拿大以后，好多人考好几次这个驾照都考不过，尤其是路考，就是他就没有这个安全意识，我觉得。我觉得安全意识是一方面，然后第二，我觉得两边的这个。就是环境确实不太一样，比如说这边他会要求你就是停车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安全车距嘛，停车的时候啊，跟车的时候也算啊。但是在国内你停车你跟车你就不会留那么大空，留大空肯定不断的有人加塞加你前面啊，没那么多空间。对呀，就是会挨得很紧嘛，就是这边就要求这样，所以很多我觉得不一样。然后另外我觉得这边不是要拆，对，要看嘛。就是感觉这个反光镜就是个摆设，就只要但凡你要看了反光镜了，这你就基本上过不去了，因为你回头的角度就不够大了。这边就是看后视镜，然后回头，它没有什么是让你看两边反光镜的东西。反正我学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说，忘掉你有反光镜，忘掉你的车有反光镜，就什么都要靠你的头去转头去看。
我觉得一直觉得那反光镜就是什么警匪片里边你看后边车跟车的那个用的。这个我还在国内，因为我不是这个走的这快班嘛，然后后来我觉得我没学会啊，然后驾照就到手了，我就还专门找人去学，然后看了好多书啊、视频资料，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国内你如果严格的话，它其实跟这边是一样的。然后它也是，其实也是有这个 shoulder check 这一步，只是说就是国内不太强调这个，它也是因为就是你说的，就是车距太近了，你怎么说呢？大家都有防备，都在小心。其实你shoulder check 不shoulder check不一样，而且你shoulder check其实是前面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盲区，你如果没有安全距离的话，反而是会对，是的，是的，确实是国情不一样。对，我有一个同学回国开车，然后他家属坐他那个车就很害怕，就说你别老回头看，你怎么老回头看？你看前面。是的。但是也有好多人真的是没有这个安全意识，他来这边之后真的是乱开。当然国内乱开的更多呀。可是你在这边你看的有的还挺吓人的。我比如我在这个1号路就碰到一次，我从1号路从北向南正常开嘛，开着突然我对面来了一辆车，就正对着我直接逆行过来，然后我当时我就很震惊，我说我是不是我开错道了？然后我说这怎么这个有逆行的这个情况呢？后来发现他是想左拐到那个应该是一个柱间里吧，结果他拐早了，拐早了，正常你看并回去你再考虑吧，结果那个就是往对侧行的这个车比较多，他就并不回去了，然后他就干脆就地形的这么开过来，开了大概得有那么2-3个独立屋那个距离。然后这个真挺吓人的，挺吓人。然后我还见过那个在那个沃尔玛 Garden City 那条路，就是正常开着，然后突然那个宝马车就停住了，然后你正常就是觉得好奇怪，然后我就赶紧并过去，我就超了他嘛，超了一看，我以为是不是有突发疾病啊或者什么，你说要不要帮助啊什么的，就看到有一个年轻女士在那玩手机，就是等于她开着就开了一半，突然刹在这个路中间，然后玩手机上。这个被警察抓着很罚啊！对，那个谁就被罚过了，然后好像是几个月之内就不能开车吧，就第一次好像还罚的轻一点，第二次就越来越重，越来越加码。好像一开始可能就是罚钱或者是警告，然后第二次应该是1周还是1个月，然后第3次就是3个月，然后在3个月之内，如果你开车或者是被人发现的话，被警察发现就是直接吊销了，就要重新考，还是挺严格的。哎呀，这个网上说这个 Richmond 司机就说的很恐怖，对，都给 Richmond 司机做小车牌了，小车标，你最好把它贴上去别的区。有点国内那个叫什么新手女司机。哎呀，但我觉得有的人真的是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着急。我就在你们家那条小路嘛，有一次我开着，它本来是一个单行的道嘛，就一个车道，然后我就正常开的正常速度，然后前面它有一个那个行人摁完以后摁过路口的那个灯嘛，然后有一个行人就摁了，我就停了呗，停了，结果后边一个车就拼命的摁喇叭，然后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然后他就从边上那个等于是那个绿化带那块就直接冲过去了，然后也没减速，直接就冲过去，正好那个行人走到我前面过我这个车，然后就快要到那儿，然后就差点就撞到那个行人了，然后赶紧摁喇叭，他好像才刹住了，要不然还是挺危险的。那我觉得正常人，你比如你跟着车，前面车突然停了，你肯定是像我刚才说的，你是不是前面车出什么问题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啊？你观察一下看看，对吧？那他这么着急嘛，这个真的是理解不了。你说这里给大家插播2个考点啊。第一个考点就是行人过马路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不管是直行从他边上，只要是从他边上过，不管你是拐弯过去的还是直行过去的，要跟他隔一个完美的就是隔一个完整的车道。
就比如说你在这一条道，然后他要走到第3条道去，中间要隔一个道你才可以过，不然这是要扣分的。对，这个他就是考虑说这个行人可能走到一半啊，突然掉东西，或者突然他回头转身，对，所以确实有这种风险。你说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考驾照通过那次就跟这有很大的关系。我考驾照在加拿大考了2次。第一次呢就是不太熟悉情况嘛，然后说我这个左拐太急了。那你考2次很棒了啊！我就听见考5次6次的大有人在。考10多次的我都听过。然后第2次的时候我就开得特别小心，然后有一个行人他没摁，他就站在路边等着。然后我就直接就停住了。停住之后我就看考官点点头。然后后面就没太管我，直接就开回去就过了。我觉得这跟他觉得你有这个安全意识是很重要的。是的。这个好像国内是不太有这种就是摁了以后过红绿灯的这个行人，他这个是体现我觉得像北美这边的交规，就是他行人优先嘛。对，就是行人安全是第一位考虑的。你像瑞士曼最近他不是市议会通过一项所有这个居住区都要限速30以下嘛，我看我们家那个小区每个路口都多了一个30限速。是以前就是光是小学周围学校周围它会有限速30，现在等于就是只要你进到这个居民区都是限速30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左的不够左。你像国内这个各个大院里边都是限速15。你看我印象特别深，我小学大概几年级很小的时候去亲戚家住嘛，然后他们家就是在大院里边。然后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停牌，你在外面社会街道看不到嘛。但等于它大院里面这个交通规则其实跟北美是一样的，它也有停牌，你也到路口要停。然后它除了停牌，它还有一个那个大镜子，就是你凸透镜，你可以直接看到两边那个路。然后限速15，还有什么？就是反正我觉得就跟北美这边规则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还是。我觉得列治文的市议会还可以再左一点。这个是他的。然后你觉得还有什么这个跟国内的驾照交通规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觉得细节，我觉得这边主要就是考细节。是吗？我觉得细节考的很多。比如说我遇到了停牌，你遇到了停牌，首先你刹车要踩死，你不能滑。踩到那儿之后，你要做一个 scan， 就是你要做一个扫描，就即便两边没有人，就是你要做出这个动作来。然后你的车头可以滑出去一点点。然后只要你要转向，你就必须要先回头，你才能掰方向盘。有的人可能他就是就这样，他可能是先掰了，有这个动作了，他再回头，这就不行。我现在习惯了，我都是就是转完头以后再转回来，再转回去。这样看安全。我发现这边确实是有这个必要的。因为这边有时候冬天啊，它天黑的特别早。然后呢，这边有的人你也知道，就是肤色特别暗嘛。然后我真的是碰到过，就是那个傍晚的时候，天色比较暗，然后路灯还没亮。然后他这个又穿了一身比较深的颜色的衣服。你不仔细看，真的不觉得这有个人。这边的照明设施是有点差的。是的，跟国内比。对啊，那个路口又比较暗的话，那你真的是看不清楚。那确实是有停的必要。而且这个好多人他这边长大的孩子呀，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交通规则造成的。我还问过这边小孩，他们就有的就是觉得这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魔法，就只要他一过路口，然后两边的车全都停下来，感觉是有超自然的力量，但其实是一个社会规则，大家默认的。是的。然后另外我想想还有什么。这边还是就是只要你倒档一挂，不管你在哪儿，你在停车场里还是你在外头侧方停车的时候，或者是入库的时候，就只要倒档一挂，你要做360度的一个环视，从左边的盲区看到左边的镜子，看后视镜，看右边的那个反光镜，然后看右边的这个盲区，然后再看后面的窗户。就是这个360度一定要做到，就是倒档一挂，你要碰上那个揉库揉的不好的，你要揉3把那个，每个倒档一挂，你就要做这么一圈。
我刚开始那个就是不请个教练练了得3、4次嘛。像我这个胸椎曲度活动受限的这个1堂课下来之后我都头晕。哎呀，这个也是有必要。我和张老师都是在这边，几次剐蹭都是这种倒车，就真的确实是你没关车到位。然后因为他有的时候这个商场啊，他那个车位之间那个车道特别窄。我有一次就是把后面那个车的那个车灯撞到了。然后张老师有一次就是倒车的时候就直接把那个车剐得特别厉害。就是确实是这个倒车，你哪怕是你停车在这个车位里面，它有的时候有各种情况嘛，还是确实是要注意的。然后你一说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差距挺大的。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就是我当时在国内一个加油站嘛。然后你结果那个进到那以后，那个加油站那个口坏了，然后那工作人员就说你得倒回去别的口。然后我就倒啊。然后正常我开进来的时候，我后边是没车的。结果我倒的时候呢，后边有一个车，他就开进来，就跟得特别紧。结果就碰上了，碰上其实很轻。结果对方就不依不饶呀，就一定要什么赔钱啊什么什么。然后你说走保险都不行就是说你给撞坏了，但是其实没什么破坏，你最后还是给了点钱才打发走。然后我在这边呢，就是也是你不小心碰到对面那个车嘛，其实撞的还挺厉害的，就等于他那个车灯就已经碎了。然后我就想，哎呀，我说那得留下的人跟人说走保险啊，还是怎么的。然后我就找啊，当时是一个超市。超市我就说那肯定是去超市了，我就这个把车停在他车旁边，然后我就去那个超市前台就去说，我说你们广播一下车牌号是什么，这个碰了一下剐蹭了一下，这个过来这个处理一下还是怎么的。然后结果左等右等了20多分钟没有人。我当时其实有点不太高兴的，我说哎呀，这怎么我这好心等着这人没来呢？结果等20多分钟以后，哎呀，我就一下觉得特别心里过意不去。就是一个年纪很大的白人的老人，而且是残疾人。他就是拄着那个拐啊，特别费劲，一步一蹭，很费劲，就是很长时间的拐。然后呢，我就说特别不好意思，我说很抱歉，我这个没注意，然后把你这个车碰了，然后我说这个我应该怎么赔偿你呢？然后结果他就特别大度，他就很在意，他说你不用赔啊，我自己有保险的。然后我说可是这个是跟你没关系啊，你停在这儿挺好的，我就不小心，确实是我的过错。然后他说哎呀，我都理解，他说没关系的，就是最后好说歹说，就是我等于我给了他一些现金。他说那就我做保险，然后也不用花这么多钱的。在这边，如果这种情况，就是他被3方车撞了之后，比如在停车场里，然后这个人走了，他去修车，他第2年的保费也会涨吧？国内是会涨的。不会涨。不会涨？对，这个不是你的责任吗？他这个叫 hit and run， 就是保险里面好像是不会涨的。这边保费不会涨，有好多种情况，就比如说你不是你的责任，或者说是你的责任，但是如果你之前的记录很好。我听驾校教练说的，但是不一定每个地方情况都一样，大家可能还得问当地的这个保险情况。然后那个驾校教练跟我说，就是你这边如果就是保持6年都没有出险的话，那你第一次出的车祸，不管是严重的还是不严重的，这一次就是给你赔了之后，保险公司不会给你涨保费。觉得你信用良好嘛。国内是只要不管是不是你的责任，它就是发生制，就这个东西是你去修车，你发生的费用，你第2年的保险就会涨。这边好像是很复杂，它有各种计算的系数啊，各种方法。你看我这个来这边真的是没少用这个保险。确实是开车技术不行。我还没有用过。你最好不要用。我买了这个车之后，第1天就撞了。撞了是当时什么情况？是那个当时我们租了一个公寓嘛，在那个市中心，然后那个公寓比较老，它那个车库就很窄。很窄呢。然后我往外开，结果对面来了一个车。他拐过来就直接冲着我就
就过来了，然后我肯定得避让啊，但是我当然不习惯，我不知道这个忘了这个旁边是有柱子的，然后我就蹭在那柱子上，结果这个真的是没经验。我一想还是国内那个想法，就是说你蹭一下剐蹭去修花不了多少钱的，结果到这边当时一个修车行嘛，就评估这边人工贵呀，就是人工贵，所以说哎呀，你这个报 ICBC 的话，那我们就不能修了，我们就得换一个车门，直接就换了一个车门，然后当年我保费就一下涨了很多。这个还真是国情不一样。是的，但也有好多就是他，比如你剐蹭不严重啊，你就跟这个修车行就说，哎，我这个就不走这个保险啊，直接自费去修。它可能就报价就不一样的。哎，这边电车跟油车的保费是一样的吗？电车更贵。国内现在也是。它我觉得还是数据的问题吧。哎呀，这个有特斯拉之后还是改变很多的。是的，是的。我这好多病人，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小姑娘，说考了驾照好多年不敢上路，后来买了特斯拉之后，就自动驾驶就敢上路了。还是改变很多生活方式的。我前一阵还有一个病人，就是他之前，就很怕开车，然后怕上路嘛，就自己没自信。然后买了特斯拉之后，就去环这个维多利亚岛去游了一圈。一开始还是这个自动驾驶，到后来就车也少，人也少嘛，就慢慢就开始敢自己开车了。我觉得这个科技改变人生了。大家好啊，早上好。哎，这个，你刚才说 stop sign 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讲一讲的。我其实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不明白这个停牌。然后我一开始以为的就是说谁先停，然后谁先走。不是谁先停谁先走吗？总的原则是这样。但是它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让你右侧的车。就比如你判断不清楚，大家同时到了，同时到就是你要让你右手的车，就是每个人都让右手的车。这是4方停牌的时候是吗？2方停牌就不需要。2方停牌不需要。4方停牌先让右手车。对，2方停牌如果涉及到拐弯，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从来没让。行，因为我确实是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2方停牌，然后我先停的，然后我就去拐了嘛。拐了，结果那个人就摁喇叭，就等于其实是应该是永远都是拐弯让直行，就是先让直行的车走。就是它有些原则是优先级更高一点的。比如说这个路权，国内好像不太谈这个路权这个事儿。哎呦，这个路权我跟你讲，我学车的时候天天被教练骂，你知道骂在哪儿吗？我一到路口就减速，就即便是我的路权我也减速，就是我在国内被吓大了，你知道吗？都是这样，刚来的时候都是这样，我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你一定会犯这个问题的，就是你老是设想人家有可能会突然冲出来。是的。但其实真的是不会有这个情况。大家就像我有时候右拐的时候，我会在看左边，我怕左边会来车跟我撞到，然后教练就会说我，就骂我，就觉得说你往右拐，你只看右边，你看后面的盲区就好了，你就直接拐，你为什么要看左边？因为他说你一看左边的话，你的弯就会拐大。对他这个也会被扣分的，就是在这个上面有这个大家展示，把我的名字打上去，就到时候会有这么一个评级的东西，然后每一个注意的项都在上面。像素最好，太细了。对，就是会有这些，就是不该看的地方还不能看。你这还能拿回来是吗？这考完就给你了呀，这个。哎，没给我呀，那是不是地方不一样？不是，你看这当时在 pass 这儿给我打一叉，我以为我挂了。对，这习惯不一样，这边有画叉。对。哎呀，我们那个一开始考试，现在不是这个针灸师考试都是电脑化了吗？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是笔试，就是给你发张卷子自己答。你要在选的那项上的打一叉是吧？不是答题卡，答题卡画那个圈儿。然后它也是好几种涂法，就是可以画个圈儿，然后也可以打个叉，然后可以就没有画勾。
有点不太习惯。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就是国内学校不都是告你说你得拿那个尺子涂的特别标准才能识别吗？然后其实是你只要随便点个点它就能识别。是吗？对，就是只要颜色不一样就能识别。哎呀，这么多年都上当了。我这高考当时我觉得至少得有15分钟是用来涂答题卡的。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是刚开始有这个答题卡这个玩意儿，还专门要买2B 铅笔。是呀，是呀，好像其实都不需要的。HB 它识别不了是吗？都识别得了。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专门卖点2B 铅笔赚钱呀？哎呀，这个路权和停牌，路权停牌，对。还有什么呢？要真是说细节，要给大家讲细节很多呀。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观察就是你要看各种盲区，各种360度，然后空间和这个间距，不管是你跟车你停车都要保持一定的间距。然后他这边就是要求你很果断，就是你觉得这边很多安全意识就是很多，你应该什么东西都很慢，但是你太慢了之后也不过。他要求你，比如说并线，你要很果断，加速并线，加速拐弯。就是这种，你该加速的时候要加速。对，我第一次没过很大原因，他就说我开的太慢了。后来我才想明白，就是他坐在副驾驶嘛。你比如我其实都是完全按那个限速，比如限速50的，我就开到50。但他坐在副驾驶，其实这样斜过来看，他会觉得你开到不到50。我的教练跟我说开到53。对，就是应该是5%到10%，稍微高一点，这样他看着是正好的，也是这个交规允许的范围内。然后太慢的话，他反而会认为就是觉得你影响这个车流的速度。对，是。特别是高速上这边限速跟国内就是不太一样的。我也是好长时间才弄明白，才习惯。就它一个是说这个高速上的标的这个限速就是90、100，就是你是不要低于这个。不要低于这个，它不是高于的。也是不能高太多吧，就不能高10%太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要看车流的速度，比如大家都开110，然后你这个要匀速吧，你要跟着这个车队的速度就是正常的，然后不要就是打乱这个车流的速度。反正这边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只要是你把头在每一个打方向盘的时候，就只要方向盘一动，你就先甩头，然后多看，我觉得就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吧。然后另外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点，我觉得没有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更方便的点是什么？就是国内在大院门口或者在一些就是重要的出入口，它地上有那个黄网。我们的交规是说你黄网是当墙，对，就是你如果停车红绿灯牌，你那黄网是要让开。但是这边的地上是没有黄网的。这边也有，这边就是只是特殊部门有。你去那个吉尔伯塔那边那个警察局消防站，它那前面都是有的。你家旁边那个4号路那个消防站，它那也有。只有就是重要的这种地方，然后还有一些重要不重要的都有，但是这边就不是，就是这边只能凭素质了，就有的人会给你让出来，有的人就给你堵得死死的，根本就出不来这样。看怎么说吧，你看我们家那有一个小的路口，你正常就是你路口是不应该停嘛，要不然你在路边你去观察的时候停牌，你看不到那边车嘛。Stop sign 不是多少米不让停？对啊，应该是不让停啊，但是它有不规矩的呀。不规矩的，后来时间太长了，然后应该是有人提这个意见了，那个市政府直接就在那个路两边竖了那个小桩子，就是直接钉了2排，你就停不了车了。反正这边跟国内不一样的就是限速啊。首先这边一马平川的大马路就到53最高。对然后后巷啊什么这就差不多40了。40、30，学校30，现在都30了。都30了。然后这种是你
就是你看到那个牌子，你就需要减速了，就要到这个速度了，而不是说你到了牌子那儿才吃这个。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校车，看到校车就要停车了，就是不管是你在跟校车同方向还是逆方向的，都不能再超过它了。不是吗？校车是它如果停车，然后把那个 stop sign 竖起来，对，竖起来了。对，那正常的话，它在路上呢是和普通车一样的。对，我就说在停就是吓人的这么一个环节，两边的车都不行。他弄那个停牌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知道一个路口，还有学生就会把这个路口就过马路。其实这种情况不是太多。我都没有出过加班那么早，我也没碰见过。其实这边都是，就是你警车也好，消防车也好，急救车也好，它如果不亮灯不响的话，就是和社会车辆是一样的。响了之后是停，靠右停是吗？对，靠路边停。然后如果是特殊的路口，比如说是单行的路，它可能就是大家都会斜一下角度，把这个车道让出来。如果这个路口你恰好要左转了，然后有一消防车响铃了，你还要并到最右边去吗？不用，你就停住就行。停住就行。你看看车道，如果它能通过的话，你就停住；如果它通过不了，你要稍微往前一点停一下，就是把车道让出来，让它能拐。我有一次碰到就是那个我正好该右转了，然后呢，那个后面来了一个消防车，然后我以为他要直行的，然后我就赶紧停在这右拐，然后人也右转，然后他也右拐，然后他就摁了一下喇叭，然后我就赶紧停住，他就拐过去了。哎呀，这种就是反正现在听着声音就很慌张。是，而且这个是双向的，就是你正常的行驶，然后对面来了一辆消防车，也要停，因为他有可能他是要掉头的，你不停的话就可能出现危险。这个好像看到新闻有这样，就是这个有一个司机没让，然后那个消防车他以为是会让，结果就撞到了。就是这个要小心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国内我也开过那个，我也上过急救车嘛，去想你真的你社会车辆不让的话，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对，是，这边有这个真的是效率高很多。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往那个安贞送病人，倒也不是特别急的情况，但是你这真的是不让的话，病人这边也担心，这个司机也着急，这个医生在这个急救车里边也着急，因为急救车里面它用的药物啊、仪器啊还是不够的，有的时候紧急情况确实是很危险。大家能让还是该让，一定要让这真的是生命的通道。是。我还做过一次呢，我闺女低血糖，是怎么着？前一天是诺如呀，还是怎么着？吐完之后就没吃东西，晚上就睡了。睡完之后晚上夜里也没喝奶，第二天早上叫她起床的时候怎么着就起不来了，就醒不了了，身子就软趴趴的。那挺危险的。对，就赶快叫120。电解质紊乱了。当时去医院儿童医院急诊测那个就是静脉的血糖，好像就才个位数了，1啊几啊，反正打糖打了得有4个小时才有意识。我吓坏了，那挺危险的。是国内就没有呀，三环上也没有那应急车道，他也上不去。三环就好多了。我们那时候安贞从2环穿，哎呀，真是太痛苦了。那胡同里边，2环真的太痛苦了。你那车停在那儿之后，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主要是北京它堵车，它堵的真的是纹丝不动，你知道吗？就是大家想靠边都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你靠。我觉得就是这个道路规划和管理的问题。我去俄罗斯我就发现，就是其实北京它好多的这个规划呀是学的苏联，但是呢，它那个交通规则没跟上。你比如说那个俄罗斯那边圣彼得堡，它也是很多这种，就是我们叫大院吧，然后但是它每条路都是通的，然后呢，它一些主路都是单行的。所以你单行的话，你不会堵死，顶多就是红绿灯堵的时间长一点，然后你要着急，你从旁边小路你多拐一拐，其实能过得去。但北京这不行，这一下就都堵死了，而且那个好多我记得就是3环啊，那好多出口和入口，你都弄在一块儿。你比如最简单就那个十里铺那个路口，哎呦我的天呐，天天我每次去都堵，那太明显，就是你从外边拐进去3环。然后你要进去，然后呢，
这个3环的想下来了，他要去那个经开，他要下来，卡死了，就直接堵死了。对，那就没办法，无解的这个就是你设计的问题嘛。所以在北京，人家不是说嘛，你这个6点半以后出门，跟你8点半以后出门是一样，到单位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我后来那阵出人，我就都是10点以后了。你太早真的不行，我避过早高峰，然后等晚高峰过去，我再回家。我后来去那个吴季老师诊室都是骑车，都是骑车了，没法开，太恐怖了。我还在北京看到过各种奇怪的现象。我那时候有一次开车上这个3环，是3环吧，还是4环呀？就是往上开，结果这个入口就迎面过来一辆车就往外开。我说这是入口，我觉得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然后居然还趁我没完全拐进来，他就拐出去了。然后拐出去之后就被一个车撞了。我说他是逆行啊，他逆行啊。你就不明白说他这图什么的？你说能快多少呢？而且这个太危险了，这个真是不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当回事啊。然后还看到过，就是打着右转灯左转的。这不很多吧？这边很多太多了，我碰到好多次。打着雨刷想转的。哎呀，这个国内这个交通，我觉得有好多这种，你说不文明吧？我觉得我们当时就是你平常的同事，你平常交往都觉得就挺理性、挺斯文的，结果一上路就路怒了。我觉得这是不是这劣币驱逐良币啊？就是车又多人又多，然后大家都在那儿，你说你加塞或者你不让，你怎么开？比较那种开，然后你要是好好遵守规矩的，这个你全插你前面。真是这样。对，然后大家就都不遵守交通规则了，就都随便开。你看我们原来那个任教授，他是70年代不是派到那个日本去开诊所吗？然后他是70年代在日本学的驾照，然后就开车特别规矩，对，然后来了中国回北京，老出车祸，就是他开的太规矩了，别人不规矩就老撞他，就是这样。后来他都不敢开了。我估计我这回国估计也悬了，是，或者是沉睡的记忆被唤醒了，回来日本又不行了。你这么说。我当时在那个北京有一个病人，就是应该是日本的一个外企，他派到北京的，然后他每天的一个这个必要的上班项目就是找一个3蹦子。他说太刺激了，他说在日本根本坐不上这种车。那应该去什么成都什么感受一下。对，哎呀。成都现在环境也变了，它现在这个规划变化很大，也是圆环套圆环了。对，然后环城这个叫什么步道还是自行车道，这个建了以后又拆了。我那天还问那个老刘呢，我说这个成都的人民都骑车吗？哎，你说他们的老年人或者小朋友这个轮椅、婴儿车都怎么弄啊？不知道。我觉得国内挺痛苦的。国内好多这个盲道真的是不行。对，盲道，对，是的。我觉得这边就是这种对儿童的这种建设和这种残疾人这种建设都很好。对，你看国内的这个就是残疾人车位，肯定会有别的车停的。在这边你就是罚的很狠嘛，就是不会有人停的，就是你有那个残疾人牌的才会停。对，因为这边残疾人的这个车牌也很好申请。你看我这好多病人，他可能就是脚上有一个骨折啊，或者手上有个骨折，他跟这个家庭医生啊就可以给他一个临时的一个残牌。这个残牌可能有时限，比如你骨折的话，他可能给你1个月或者给你3个月你就可以去了。或者你行动不便啊，他都会给你的。觉得还对那些，我记得老王就提过嘛，他不是有一次那个脚趾头不是淤血嘛，就是脚趾盖翘起来了淤血，
然后他还领了一个餐牌，然后去超市，那个超市工作人员一看他这个走路不方便，直接给他找了一个那个电动轮椅的那个购物车嘛。哦，电动轮椅就是加拿大发明的。哦，我们原来在那个医院不是有一层都是高位截瘫的病人吗？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是集体，那个国家的那个医保政策，他们好多是工伤的，然后说可以拿这个医保去换那个电动轮椅了，然后是都集体换了，真的这个真的是改变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好多以前他如果是这种传统轮椅的话，他有一个护工啊或者一家属，他要推着他到处走嘛，即使你就是操作的很熟练，你去的好多地方也是不方便，是，但是那个电动轮椅真的是，好多特别狭窄的地方他都能通过，就是改变他们好多生活方式。我记得当时有这个高位截瘫的病人，他真的换了电动轮椅以后，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敢出去上街了。以前他就是在病房，顶多就是到这个医院的院子里面晒晒太阳。有电动轮椅之后，他就不用求人了。他就特别愿意去，走一段路啊，去外面那个小卖部买点东西啊，跟人交流交流。这个也是国内以前你看不到残疾人也跟这有很大的关系。真的是帮助挺大的。我在这边有个朋友，他就是维修这个电动轮椅的，然后这个服务真的是特别好。他比如你电动轮椅坏了，他们这电动轮椅的公司是会派人直接去你家里面去给你修这个电动轮椅，因为他觉得这个真的是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反正我觉得这边对于这个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反正比国内要好很多吧。是，你说这个，我就想起这边真的是没有汽车就等于没有腿。对，是。你像你来的时候，这个老刘他提前来了几个月嘛，车也都买好了，感触还不深。我跟张老师，我们刚来的时候，张老师正好还怀孕，然后你没有车真的特别不方便，因为他这边的街道规划呀，然后超市啊，各个街区的规划，它都是设想你有这个汽车的，是你看着很近的一个超市，我们当时还专门找了一个离商圈近的一个公寓租的，就是你看着很近，你要走着去就得20-30分钟，你开车的话就5-6分钟就到了，就真的就是一脚油就到了，然后特别方便。但是当时我们刚来，你拿的国内的驾照嘛，然后我一开始还想租个车，但是后来一想租车真的是不太划算，然后张老师就说你买个车吧，买个车呢，你这个没有信用记录，你去买新车要贷款啊什么还挺麻烦的，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二手车，买了二手车呢，那驾照又还没考完，这边真的驾照是分级的，好多可能其他国家的朋友不太清楚啊，加拿大它分得特别细，你要先笔试，笔试完了是你可以上路练车，但是必须要有人在旁边，L 牌是吧？对 L 牌，然后要有人在旁边，然后晚上不能开车，然后这个你身边有一个全牌的人在车上才能开出去。那我们2个人都没全牌，所以就没法开。然后那个车买了以后1个多月就停在车库里面就吃灰。然后你要拿中国的驾照开呢，那你又买保险又很贵。然后就等了1个多月，考完这个本地的驾照才去上车。先考下来的。对啊。我考了2次嘛，然后这个张老师就考了好多次，他后来有一度都要放弃了，然后结果碰到一个比较和蔼的这个考官，然后又觉得他这个孕妇嘛，然后就很照顾，结果就过了。那么多次孕妇都没给过？对啊，就还是有的时候卡的还是很严的。这个我在这边认识一个老大哥，考了11次都没过。人说不定是想保护孕妇，就觉得你都这时候了，就别自己开车出去了。真的是跟这个安全意识有关系。那个老大哥为什么没过呢？就我们聊天，我说：“您这开车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习惯在国内那种就是要腾挪闪转嘛。”腾挪闪转。然后就每次都是开到一半，那个考官就说：“你直接开回去吧。”我也是，我一上我那个教练车就开始又是单手，你知道吗？教练拿那小本叭就打我手上了，打我这边挂档的手上了，老实有握方向盘。是，我还碰到一个就是，国内他是开赛车的，
然后上来就直接一脚踩刹车，踩油门，直接那个没开出去，那考官就给他判，就没让他过。然后有的也挺夸张的。那张老师说他练车的时候，碰到一个小留学生，当时已经上到大3了，然后那个驾校教练，就是说指令嘛，就是你 turn left turn right 听不懂然后就什么样的人都有吧。但我觉得列治文应该比其他地区要好开一些吧，没有那么大的坡。对啊，列治文还是挺好开的。哎，我当时学车学的是手挡车。我也是。然后学完了之后，那个我妈出差，我就偷偷把车开出去了，没人带我上过路啊，我就偷偷开着上3环了。手挡车3环坡起。哎呀，那起一次吸一次，起一次吸一次，我最后从后视镜看，我这一溜堵着车都没车了，我后面。厉害。我一开始是侧方停车比较困难。经常停不好。侧方停车，我的老师给教的秘籍就是你先把车开到前车的后门那儿，然后你先往右打死，从你左边的后视镜反光镜能看到后车的右车灯的时候，你开始慢慢的回把，就是这2个感觉找到了就可以了。现在就好多有这种辅助驾驶的功能，就更容易了。辅助驾驶。张老师这个车险很多也都是去修轮毂的，马路牙子压太多了。哎呀，这就是加拿大驾照的一些经历吧。国内现在是有科目4了是吗？我不知道呀，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是夜考吗？科目4？我不知道，我考的时候也没有啊。没有，我们就到3。我也记得就是科目3，科目3不是路考吗？科目1是笔试。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夜考了？夜考，我们当时是这样，就是他人多的话，你就会赶上夜考。就是他一天一车人拉过去20-30个人嘛，然后你一个一个考，如果考得慢的话，后面就是变成夜考了。那我没有，我记得我路考的时候，我都开出去好久了。也没有好久吧，就开出去有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车贼难开，给油不走。然后我边上的考官帮我把手刹放下去了，然后那车歘就出去了。就这我也过了，但是我也没有带白酒。哎呀，我其实因为上了速成班嘛，所以就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不会用不会打灯，不会用雨刷器的。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就肇事逃逸，就出现这个。当时在北京，从那个3环下来，然后他走那个高架嘛，因为就2个车道，然后开的是很慢，因为堵得太厉害了，然后下着小雨，然后正常不是应该吹那个前面那个玻璃嘛，然后那个张老师坐我旁边，他就觉得车里太冷了。然后下雨嘛，然后他就不知道摁什么，他也不太会用，然后就乱摁完以后，就变成不吹窗户了。我说，为什么这个前面越来越花了，起雾了？结果我说怎么回事？你摁什么了？他说我没摁什么呀。然后我就有点慌，就完全没有视野了，就把旁边就剐蹭到这个应该是那个护栏那个东西吧。然后我就直接开走了。不是，那你这不算肇事逃逸，你不是撞的护栏吗？这不是公共事务吗？公共事务也，那应该剐的也不是太严重。后来我就赶紧把车窗户给放下来了，就好了。然后后来我就专门去试了试这个按钮都怎么用的，才弄明白，就是他应该就是把那个吹窗户那个给关掉了。你适合开电车。我也觉得是。我当时我们那个病人不是高位截瘫那个老范嘛，他自己就改装了一个宝马，不是改装了一个奔驰，就全是摁电钮的。这都是10多年前了。就其实奔驰、宝马他们这些传统车企都有这个技术，只是说他们传统这个汽车烧油的车卖的比较好的时候，他们就不想用。其实当时都可以的。他那个就是有方向盘，但其实方向盘
不太用得去，就是各种按钮啊，很方便，真的很方便，我觉得不比特斯拉差。反正我来之前在国内开电车，我觉得蛮方便的。你想干嘛，你直接告诉他就行了，都不用找那个钮在哪儿。哎，这个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你以后还准备买电车吗？准备买电车吗？看看吧。特斯拉这不都降价了吗？是呀，看看，考虑一下。对啊，那个秋实不是新换了一个特斯拉？对，是的。他就是因为要老出差，上高速啊，开会什么的，确实自动驾驶挺方便的啊，自己能休息一下。哎呀，大家这个有没有什么考驾照、开车相关的问题或者经验要分享啊？看来这个话题大家可能不是太感兴趣。哦，对，我讲一下这个 ICBC 理赔这个事儿吧。我这个理赔经验还挺丰富的。他这边基本上是，如果轻微的剐蹭的话，就是大家先要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远景、近景，然后磕碰的地方，前后左右都拍一下照片，拍视频也可以的，然后你要最好是记录一下，就是当时什么情况啊，你怎么开的，怎么判断的，碰到哪儿了，就不要说你不确定的东西，说你确定的东西。这也要像国内一样，两辆车要摆出那个姿势吗？不需要。就是以这个交通安全为主，就保证安全。你像我上次是在这个 Stevenson 这个 Highway，往3号路拐的时候，就是右边的这个后视镜碰到了一个车的后视镜。然后呢，我当时就给他示意，我说旁边拐到这个小路上。然后拐过来之后，他犹豫了一会儿，他也拐过来，拐过来我们停车，然后就互相查一下之后，觉得都没什么问题。然后他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我说那还是这个大家拍一下照片吧。然后我把我电话留给他，他就把他电话留给我。如果确实是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把保险给互相都拍一下。这样的话就是两个人都报案，然后 ICBC 的话，它会生成一个报案号。正常的话就是你两辆车撞，或者是它应该是一个报案号。但有可能你报了，他也报了，他可能生成两个。这个时候你要给那个你的理赔员，就 ICBC 会给你分配一个理赔员。你就跟他说明情况，然后就说这两个是一个案子。然后他再去根据两个人的这个报案的情况叙述，然后还有这个拍照啊或视频的情况，行车记录仪的情况，然后他们有专家会分析，就是说谁占什么责任。当然也是从法律啊，就是看损伤啊，看各种他们会判断。然后你要去报修的话，他那个修车行也会给出一个报告，就是说可能是怎么撞的呀，然后损伤都是什么，他们也是客观报告。然后综合分析之后就是定责任。然后有些如果没有人员伤害的话，可能就是警察也不一定到的。如果你是比较严重的话，你报警打911，他警察可能会到。然后如果有人员损伤，消防啊还有急救也会来的。这边有骗保的吗？应该是有，但是不鼓励大家骗保吧。这个就是骗保，这个风险很大的。就是在国内我还遇到过，就比如说有的人想给自己换一身行头。大家早啊。想给自己换个行头换块表比如说换个包或者什么，他就骑着摩托车带着这些东西，然后倒地，然后摆一个姿势，这些不都算误损吗？他拿发票就全给赔了。你说的这个还好吧？我在国内医院急诊碰到那种职业碰瓷儿的。我见过，当时有一个大概14、15岁的小男孩，他就是左手的这个耻骨，就是你一看拍片子，我们一看就是陈旧性骨折，他就不让它长好，然后就是不断的去碰瓷车。我们有时候一个月，这是有组织的吗？有组织的，就我们一个月。这孩子是被拐卖的吗？不是，这真的是自己家人，就不把这个当回事儿。然后一个月我们能看到他3、4次在急诊。
挺可怕的。他这个国内有的，我觉得我也说不好。你这么一问，我也说不好，他们到底是不是亲属，有没有血缘关系？我觉得有血缘关系的话，就怎么能让孩子干这这种事情呢？对吧？那我真的见过这种，就是带着小女孩来，然后拍个片子，你告诉她骨折了，你给打个石膏吧。他说不用打，我们就回去养。我说你这样养她，她会畸形啊。那小女孩这么好看，你回头你走路一脚变成一个坡子，这样多不好呢。这种保险不应该反而是你在医院治，然后这些发票他去报销吗？难道不是吗？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他们就是想要更多的钱嘛，要私了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有这种交通意外的话，一定规范的走保险。对，我也觉得是，我就私了这个后患无穷。是的，哎呀，这个就是那个小女孩，我说你打个石膏的钱，就比拍片子的钱差不多的，甚至更少。你片子都照了，你为什么不打一个石膏呢？她就是坚决不打。然后我说那我给她打一个不收钱行不行？她说不用。她说举例，她说你看我这个手就骨折了，没事儿。那我一看她那手也畸形骨折的，我说你这样不对，你不能替这个小女孩决定她的未来啊。对，而且她这么痛苦，她1个月养好，她要受多少罪呢？就你就理解不了这些人的想法的。哎，说到这儿，就是国内有一个保险，要是有国内的听众听的话，可以看一下，就类似一个叫补充医疗险，这具体的名字我忘了，可能1年也就10几20块钱，30块钱顶天了。就是比如说，当你撞了别人，他去医院的时候，这不是医保会赔一部分吗？然后保险赔医保这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医保外的用药，保险是不赔的，除非你上了这个险。这个就是商业补充险的话，是分高中低档，分很多的，就是有的是可以报，有的报的并不是很好。是吗？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开车把一个老头撞了，然后就是反正用了很多东西都是医保外的药费，就是都是他自己承担的，他的保险是不管的。然后他第2年才知道上这么一个险是可以 cover 的，大概是这样。但你看怎么说吧，国内的保险，我觉得有的时候，帮助不是太大。你看我原来有一个同事，外科的大夫，跟我同一年进医院的，他是，过了几年之后，考了驾照，第一天买车就是开车从家里上班，然后大概就几个路口，正常绿灯行驶，然后有一个3轮车带着一家人，就是男主人、女主人2个小孩，闯红灯开到路中间，他就把这车人撞了以后，应该是有3个就是那种处于昏迷的状态，进了 ICU 天坛医院，然后另外2个就是有一个高位截瘫的，有一个好像很重的伤，好像就没救活，然后他就一下心理阴影特别大。你首先第一个经济压力，4个人 ICU，这个费用保险根本就包不了，他最后就直接把车卖了，然后还是借了好多钱，只是给人看病啊。虽然是这车人他闯红灯的这个责任，他其实不是占主要责任，但是这种怎么判？会都判给他？不是都判给他，其实他可以完全不赔，但他主要就是医生嘛，就是还是心理上过意不去，就是对他心理打击挺大的。然后你这种情况，那个保险好像也没有赔多少。保险这种应该是划分是不是他的责任吧？不是他的责任就不赔了，然后他自己出于自己的人道主义，那肯定他自己就逃了吧？是，他还信佛，然后每个礼拜都去那个医院去看这家人，看了好长时间。那最后也没办法，就是真的是这个作为司机，大家要有这个安全意识，真的是很重要。这个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真的是这样。哎呀，这个你说那个骗保这个，我就听说过，在这边就是有，我也是听那个驾校教练说啊，就是有这种他可能
处于生活的这个水平线比较挣扎的这种阶层啊，他可能就是说想换辆车了，然后他就故意找一个机会，就把这个出了一个车祸，就换辆车，我记得那个老王也讲过嘛，就是他那个农场有一个人就把一个特别老的一个房车，停在他那个农场里面，然后后来一场火灾，整个车就烧毁了，然后他就一下赔了一笔钱，但实际上那个房车已经是很破了吧，就不值那个钱了已经。然后他年纪很大，他可能也不准备再买房车再买保险了，所以他就挣一笔钱，有这种的。然后 ICBC 呢，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大家就是不要有什么顾虑啊，就是这个 ICBC 这个服务，好多人都说不好，但我就几次报案，我觉得其实服务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你通过打电话也行，通过写邮件也行，好，它这个网上还有一个在线的一个系统，就是你可以上传照片呀，这个上传这个文档。ICBC 有中文服务吗？有，他那个中文服务很好，他是第三方翻译，就是你跟他说了，你说哎我要中文服务，然后他就直接给你找一个就是一个三方通话，一个是 ICBC 的工作人员，然后呢一个是这个翻译，然后你跟翻译说完，他就翻译成英文，然后 ICBC 的人说完英文，他给你翻译成中文，然后翻译水平也都不错的，而且是真的是出于你的考虑，他会从你的角度考虑，给你提一些建议的，就是大家就如实说情况就行了，这边就不用有太大的负担。你像我这里有好多病人也是 ICBC 的车祸的病人嘛，他其实对这个针灸啊，对中医，他对这各种物理治疗都是有很好的支持的。针灸的话，应该是你只要报了案了，他是有人身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我之前有个病人，他是说，哎，我突然出了一个车祸。然后我觉得很恐惧，我不敢开车了，我有这 PTSD 了，这个也可以就是各种治疗。所以它不是根据车祸的级别来给你的这个就是物理治疗的这个不是，它是根据你的主诉、你的损伤的情况，然后他会评估啊，他就是比如你做第一次的话，他是直接可以做12次的针灸，相当于一个疗程嘛。然后12次之后呢，是你的治疗师，就比如给你做针灸的人，他要写一个报告，就是你治疗之前是什么情况，然后经过几次治疗，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还有这个治疗的需求，比如说你有没有回到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这种身体能力啊，或者心理能力，然后你写出来之后，他们评估。然后，如果他觉得还有这个需要的治疗的需要呢，他会给你再批12次，甚至你可以跟他要求说，哎，我12次肯定是不够的，我要求申请24次，他也会给你批，这个以后你也会用到，就是你申请的时候啊，就是他有很多技巧的，就是你比如你可以申请24次，但是他会给你一个时限，就是你比如24次，他要求你3个月之内做完，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病人家里面有事儿啊，或者说他这个安排不过来啊，他可能3个月的24次没治完，那他这个就作废了，你就要重新申请，所以它是有2个限制，一个是治疗次数，一个就是他的治疗的时长，就因为你过了3个月，他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有变化呀，你就要再写一个报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好多人说这个 ICBC 对针灸、对中医不支持，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还是很支持。主要的问题是，好多人就是我们同行啊，这个中医师他写这个 ICBC 这个报告啊，写的不够规范，好多就是写的很模糊，什么脖子疼啊、手疼、肩膀疼啊，就是你没有量化的东西。那其实你像我在国内就是正规的医学院培训，我们写过大病历嘛，都知道，你要有这个物理检查，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肩膀疼，他肩膀活动度是多少？然后疼痛的级别是多少？你要有一个打分嘛，对吧？0到10分，他疼痛级别是多少？你不能光说疼，然后下次治了1个月，然后说疼痛好转，那好转了多少？就是你要有一个量化的东西。明白。然后这样人家才能给你批嘛，要不然你治半天你到底治什么了，人也不知道，对吧？这个是好多这个专业治疗方面的问题。
而且它是就是各个专业都支持，所以其实作为病人来说，你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比较喜欢呀，或者是觉得自己比较需要的这种，比如你可以同时做物理治疗啊，同时做这种注射按摩师 RMT 啊，可以做这种叫什么运动机能师啊，就是做一些帮助你锻炼的，甚至可能普拉提也可以的然后针灸啊。这些都是可以同时选的，不是说你只能选一项。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工作人员不了解你的情况，或者不了解某项治疗情况，他可能会给一些不当的这种暗示，但是你不用管他的暗示，你要看自己的需求。你需求这个是 package 加起来一共12次吗？还是你不同的每一项12次？对，物理治疗可能更多，因为他们可能频次会更多一点，这个每个不一样。我就了解针灸这块，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那个可惜的就是现在整骨疗法它还不支持但是我听说协会也在争取，以后可能也会有的。行，未来会越来越丰富的。对，然后这个就是说，如果作为这个病人呢，就是我出车祸了，然后我去做 ICBC，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如实跟这个 ICBC 的回访员，你也会有一个理赔员嘛，他会给你打电话呀，或写邮件沟通。那比如你治了多少次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啊？那有的人就是可能比较大条吧。我们这儿也是原来有病人有这种病人的，那个关医生说的，他有一个病人就是ICBC 的病人，然后这个 ICBC 就问，哎，你治疗以后怎么样啊？他说，哎，我治得很好啊，我这个已经恢复很多了。然后呢，他说就结束了。对。然后你要说你是治得很好，但是你要说你还没治好哪些？还有一些就是说车祸是比较特殊的，这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包括好多文献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就因为汽车是一个很大的质量嘛，你至少1-2吨。你是想说有一些东西它是有滞后性的？对，它是有滞后性的，它不是当时就出现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刚撞完，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啊，我不用去医院啊。这个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你一定要冷静下来，因为人突然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的话，你肾上腺素分泌，对，你有可能把这些症状就掩盖了。然后你自己觉得没事，但其实可能是有问题的。你看我公公你讲一讲呗。就是我公公骑自行车被一个车撞了嘛，然后因为他刚登陆嘛，我们刚登陆，他对这边也不太熟，然后也比较大条，就站起来拍拍土，胳膊腿都能动，然后一看车轱辘瘪了，就果然要了一车钱。哎呀，这个就车牌号也没拍，啥都没记，就回来了。这就是几个大忌嘛，就是第一个私了了第二个就是没记车牌，没记联系方式。对。结果他当时觉得都胳膊腿能动都没事儿，然后结果过了几天，这不就来找段医生了吗？这当时是什么腿？对啊，胯这还损伤挺厉害的。胯这都不太能动了。1个多月没骑车。对啊，其实已经算幸运了。之前我们原来医院有一个案例就特别吓人。当时是我们医院旁边，可能就隔了1公里。有一个老大爷骑那个三轮。然后有一辆车追尾，直接把他撞翻了。撞翻了之后呢，这个司机还挺不错的，就说下来说：“大爷你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事儿？要不去医院这么近，过去看看去。”然后那大爷起来蹦2下，拍拍说：“没事啊，你走吧。”然后那个人还真是挺不错，他说不放心，他说要不我叫个急救车，咱们一块儿去查一查吧。然后就把这老大爷拉到急诊去了。拉到急诊，人就蔫了，就说不出话来了。哪儿大出血了？然后我们一看，就是胯这儿大出血了。就挺危险的，真的就再晚几分钟或者再晚10几分钟，可能人就救不回来了。然后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呢，也挺典型的，是一个台湾同胞吧，他是自己做生意，然后车呢停在这个路边就一个大卡车从侧面就是。这应该叫什么 T-bank， 就直接就 T 型那么撞过来，把他从那个驾驶窗户直接撞出来了，然后人在那个路边这个草地滚了几个滚儿，然后直接昏迷了，昏迷就没知觉了，然后路边那个商店的店主就跑出来了，就拍拍他，准备叫急救车的，就他自己就醒了以后他说你怎么样？他说
我怎么了？我在哪儿？我是谁？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说你疼不疼哪儿？有什么不舒服？他想了想，他觉得没什么不舒服啊。然后说不会吧？你看你脸上全是血啊，就是手上、胳膊上、腿上全是血。他说你还是去医院查一查吧。他觉得没事儿，但是这边医院还挺负责的，就急救车来了嘛，就给他拉到医院查了一下，他确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他也没在意，就正常上班啊，就 ICBC 他理疗什么针灸什么都没做。就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开始出现半边身子就越来越差。就是整个等于就是这个力量啊，因为汽车这个冲击力，它是带着很大的质量嘛，这个冲击，但是人体呢，它是一个非牛顿力学的，它等于是一个你有软组织嘛，有骨骼，它很多这个力量是在这个软组织吸收，然后慢慢释放出来的。然后他等于过了几个月之后才开始发现，就是半边身子就越来越疼，然后脚也不听使唤了。后来就只能拄拐了。然后差不多1年之后，他就基本上自我行动能力就很差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跟 ICBC 说我这个可能是车祸引起的，然后医生也觉得我这个可能跟车祸有关系。ICBC 说你当时没查，然后最后就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对，所以这种我就想问，就是如果是我们是这个受害方被车撞的这种，当时是要去医院检查，先要报案去医院检查，然后如果后续几个月之后出现的症状，你再回到这次上面，也是 ICBC 会认的是吗？我觉得就是你第一个先报案，第二个你哪怕不当时去医院，你也及时跟家庭医生报备一下，你说我现在有什么症状，然后你如果这个症状是渐进的，它比如每周你都有报告，或者你在做治疗啊，它这个不是说越来越好，它是越来越差的，然后你可以要求我进一步检查。这边他有时候检查也很谨慎嘛，有的时候你约了 CT 核磁，那可能确实要等几周。然后你确实有问题，他肯定会查的。好多人一说什么核磁要等1年，那就说明你那个症状并不急。其实急的有时候很快的这边，然后他也会给你查，然后他有后续的有这个不断的有检查记录。我们之前在国内的经验就是，你比如他刚开始有这种车祸的损伤，1周之内他可能确实查不出来。但如果你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候，你去做核磁，它有些骨髓水肿啊，一些内部损伤是能照得出来的。明白。然后还有的就是你像骨骼的一些移位啊，它慢慢出现的嘛，就是你当时有了一个检查结果，你刚测完车祸嘛，出现了，然后你过了3个月、半年甚至1年，你出现的症状，你再去复查一下，它一对比是能看得出来你骨骼变形了。那你这1年你没有其他的外伤，那就可以归因于这个车祸的。国内有一种就是这种私了的这种东西，就是司机会让这个被撞的这个人写一份声明，那个声明无效的，是无效的，是吧？对，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人家还想找回来，还是能找回来的，是吧？对，明白。其实是风险很大的，所以怎么着撞了人之后，都应该拉着他去医院看一下，以医院的那个报告为准。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哪怕就是检查什么都没事儿，那是最高兴的。那有问题你及时治了，也避免了说更大的损伤。不管是从这个被撞的还是撞人的，都是这样。大家别有侥幸心理。是，就是公事公办。然后走正规手续，这就是避免不可控的因素的最好的方法。挺好。然后 ICBC 那个保险就是其实是有好多选项的，这个有传闻说是以后 BC 省可能会引进多家保险公司但是现在的情况下，我也是这2年才知道，就是它不是你只买 ICBC，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保险公司，然后它是可以就是有一些可选项，你是可以选第三方的保险公司的。就是 ICBC 它有一些交强险就国内叫交强险吧，就是它有一些必选项，你是只能买 ICBC，但有些可选项你是可以就是买其他保险公司，这样它2个保险公司组合起来，就是比光买 ICBC 会便宜很多。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保险的本质是商业本质，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像有的加拿大有的省的这个保险车险就比 BC 省啊，比安省就便宜很多。然后安省的保险据说就是最贵的。然后 BC 呢，
他说是 ICBC 垄断，但是他怎么说？他毕竟还是政府管控的企业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规范的，也不是都是坏处。有的时候我觉得 ICBC 还是做的不错的。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呢？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对，讲讲这个从国内转过来的一些经验吧。就是大家如果有国内2年以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驾照，或者其他国家的那个驾照，有的是有这种国际的驾照互换的联盟协议的这个国家的驾照，它是可以直接换这个加拿大的驾照的，但是要没收原来的驾照。然后中国的驾照呢，你如果有2年以上驾龄，它是可以直接跳过这个 L 牌，你就直接可以这个考全牌。就不用等这个1年的这个等待期了。对，就咱们都是受益者。这个有的这个留学生他就是挺痛苦的，他这我看好多人就是真的是临时牌挂好长时间。临时牌好像保险会稍微便宜一点，但是它限制很多嘛。晚上不能开。不能过了12点不能开，然后很多限制了。这边还有人12点还出门的吗？有啊，我那次不是大老王开会，就是12点以后了。然后有一次我们出去玩也是很早，就天没亮就出去嘛，就是还有爬山的，他们看日出的就是要很早嘛。当然也有夜店的，这边还是有夜生活的，不是没有夜生活。这个就是驾照，然后以前还能走漏洞，他们去什么韩国济州岛考个驾照，然后过来换，然后拿香港驾照换，这现在好像都堵死了。也没那么难考，我觉得其实没那么难，没那么难考就是主要是考安全，考这个安全意识，考这个守规矩，就是大家不要抢。然后一切以安全为要素。对，是这个其实和考这个针灸牌是一样的。就是针灸牌也是不是考你技术，说你出现一个什么病例，你怎么考的这个扎的针的这个穴位组合就一定是最优解什么的。他考的就是你怎么注意安全，这个情况哪些不能做，对哪些穴位不能扎，然后医学伦理什么情况下应该注意什么，就是法律法规安全这个是这边首要考虑的。并不是说效率是第一位。你还准备考这个商业牌吗？商业牌就是大车呀。我干嘛去？不是，他就开房车，开那个大车是需要的。没有吧？不会了吧？我看这边有那个是家里面孩子特别多的，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说这个孩子太多了，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11座的依维柯。然后说这个得考这个商业牌照。然后还有那个有的房车也是得考那个商业牌照嘛。应该不会。我觉得一般都用不上。用不上，除非接点啥开旅游团的。对，还有那种就什么开特种车辆去矿山上开，这不是他们有这个包金矿的吗？就得需要这个车牌。那个好像挺容易考的。反正我觉得就是这边的细节很多，因为当时我老师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陪我练车的老师就说，他说你不要去记你每一个细节应该做什么，就是你要理解在那个状态下危险是什么。所以你要去查看这些。对，大概就是这样。对。那你那个国内驾照被收上去了吗？国内驾照没有呀。没有，我不是换的呀，我是考的呀。老刘是换的，所以他美国驾照被收了。对，我从别的省转过来，那个驾照也被收了。但是现在中国他那个交管123、12123吧，那个还挺方便，他好多可以线上办。我前一阵儿就是把这个驾照 renew 了，就是通过线上办的。是，现在是可以线上办。还有什么？一时也想不起来了。这个交通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大家
这个周末愉快。换了新摄像头以后，我们就不能用这个撒花的动作结束了。今天就这么结束吧，大家再见。谢谢大家，再见。有什么想听的话题，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大家多点赞转发，感谢支持。